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在公司工作了11年，老板的女儿空降成了我的顶头上司。她为立威，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我这个老员工头上。客户面前，她直接把奶茶泼我脸上，招待公司最大的财神爷，你就给他喝这个，公司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肺都要气炸了。可为了公司，我咬碎了牙忍了下来。公司大会上，他把我的方案摔在地上。公司不是养老院，养不了你这种只会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。第二天，我没滚。我让私人助理把一则通知贴在了公司大楼的电子屏上。鉴于承租方领导情绪不稳定，本写字楼17层下月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租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则通知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在公司内部炸开了锅。但炸起的浑水一时半会还没到顾念之的脚下。他大概觉得天塌下来有他爸顶着，而他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把我这颗眼中钉彻底拔掉。舒婉，你还真有脸来上班啊！我刚在工位坐下，顾念之的声音就跟鬼魅一样飘了过来。他环抱着双臂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下巴抬得能戳到天花板。我以为你昨天被我骂完，今天就该夹着尾巴滚蛋了，脸皮还挺厚。我眼皮都没抬，慢条斯理地打开电脑。顾总，现在是上班时间。我的平静似乎刺痛了他，他呵地笑了一声，声音尖锐。上班？行啊，那我就给你派点活，免得别人说我盛景传媒白养闲人。他把一份文件用力拍在我桌上，震得我水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。副总那个案子，你不是跟了很久吗？我心里一沉。副总，傅燕慈，就是昨天被顾念之当面泼我奶茶时在场的财神爷。他是公司今年最大的客户，也是我跟了半年的项目负责人。昨天那场闹剧后，副总的助理就打来电话，委婉地表示合作需要重新评估。顾念之这是要把锅甩我头上。副总那边已经明确表示要终止合作了，你去把他给我弹回来。他丢下这句话，踩着高跟鞋，扭着腰，在一众看好戏的同事目光中走远。临走前还补了一句，你要是办不成，就别怪我让你在全公司面前再丢一次脸。这简直是碟中谍里的不可能任务。所有人都知道，顾念之这是在逼我主动辞职。一个同事悄悄凑过来，婉姐，他这是故意整你呢，这案子谁去都得碰一鼻子灰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说话。拿起电话，我直接拨给了傅燕慈的助理。您好，我是舒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。舒小姐，你好。我想约副总见一面，就项目本身再做一次沟通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也算是有始有终。助理似乎有些为难，但还是答应去请示一下。5分钟后，电话回了过来。舒小姐，副总同意了。今天下午3点，在观云茶社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并无波澜。顾念之见我真的约到了，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随即换上了一副假笑。哟，还真有2下子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要是谈不回来，你知道后果。我没理他，开始准备下午要用的资料。离出发还有半小时，我拿着整理好的方案文件准备去打印。顾念之端着一杯咖啡，从茶水间走出来，像是特意在等我。路过我身边时，他肩膀不经意的一撞，我手里的文件夹脱手而出，
白色的纸张洋洋洒洒，散了一地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没看到你。他嘴上说着抱歉，眼里却全是得意的笑。没等我弯腰，他那双10厘米的红色高跟鞋，精准的、狠狠地踩在了最核心的那几页方案图纸上。鞋跟尖锐，直接将纸张钉穿，留下一个满是灰尘的破洞。他俯下身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反正也是一堆废纸，我帮你处理掉，不用谢。”周围的同事一片死寂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顾念之欣赏着我的狼狈，等着我情绪失控。可我只是静静地看了眼那份被毁掉的方案，然后抬起头，对他露出一个微笑。没关系，顾总，您慢走，小心地滑。说完，我拿起 U 盘，转身就走。顾念之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出了公司大门，我直接去了茶社附近的一家打印店，重新打印装订。观云茶社，环境清幽，禅意十足。我到的时候，傅燕慈已经在了。她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休闲西装，正专注地看着面前的茶具，气质沉稳。见我来了，她抬起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1秒。舒小姐，请坐。她的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要温和。傅总，很抱歉昨天让您见笑了。我开门见山。傅燕慈摆了摆手，示意我不用在意。我不想评价你们公司的内部管理。她语气平淡，我只想知道，一个连自己的资深员工都不能尊重的公司，我要如何相信你们能尊重我的项目？这个问题尖锐又直接。我沉默了片刻。傅总，您说的对，我不为公司辩解，也不为任何人辩解。我将那份崭新的方案推到他面前。我今天来，只是想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，完整的把这个我跟进了半年的方案向您呈现一次。这是我的职责，也是我对这个项目该有的尊重。我没有提顾念之，没有卖惨，只是专注地讲解方案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创意思考，以及我们为这个项目所做的所有准备。傅燕慈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我。等我说完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舒婉。”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这个方案做得很好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我心里松了口气。但是她话锋一转：“我合作的是一个团队，一个公司，而不是你一个人。”我明白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收起方案，准备告辞。合作的事，我再考虑一下。在我起身时，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。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让我有些意外。回到公司，所有人都用一种看烈士的眼神看着我。顾念之更是第一时间冲了过来：“怎么样？被拒绝了吧？我就说你是个废物。”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回座位。他却不依不饶，声音拔高了8度：“怎么不说话？哑巴了？明天自己把辞职报告交上来，别让我亲自动手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傅燕慈的助理：“舒小姐，傅总让我通知您，合作继续。但是他指定您作为唯一的项目对接人，合同细节他会亲自跟您谈。”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的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顾念之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跟开了染房似的。顾念之大概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。他想用这个项目逼我走，结果项目回来了，功劳却全算在了我头上。他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活吞了我。可当着众人的面，
他又不好发作，只能硬生生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舒婉，可以啊，算你运气好。说完，他砰的一声摔门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公司里风平浪静，顾念之没再找我的麻烦，只是一次碰到，都用阴鸷的眼神剐我一遍。我无视他的小伎俩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副总的项目上。这天，我正在和副总的团队开视频会议，顾念之突然闯了进来。舒婉，你出来一下。他的语气不善，我皱了皱眉，跟视频那边说了声抱歉，走了出去。顾总，什么事？公司下个月要搬家，这事你知道吧？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。我心中冷笑一声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，不续租的通知就是我让助理发的。但我面上不动声色，听说了。我爸让你负责找新的办公楼，要求地段不能比现在差，面积不能小，租金还要便宜。他说完，抱起手臂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又补充道：“还有，这栋破楼的业主龟毛的要死，规矩又多，正好换个地方，省得我爸天天为租金的事烦心。”这又是给我挖的一个坑。CBD 的写字楼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哪有那么好找的？何况还有一个租金便宜的限制。他就是想看我焦头烂额，最后完不成任务，他好名正言顺地开了我。知道了，我淡淡地应了一声。这可是我爸亲自交代的任务，你要是办砸了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他撂下狠话。我没再理他，转身回了会议室。顾念之看着我的背影，冷哼一声。他以为我办不到，他不知道整个 CBD 顶级的几栋写字楼都在我名下，我让他搬，他就得搬。我想让他找不到地方，他就绝对租不到一间像样的办公室。这几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对找房子的事绝口不提。顾念之憋不住了，几次三番地来问我进度。舒婉，房子找得怎么样了？你别给我磨洋工。再找了。我每次都这么回答。他的耐心显然已经耗尽。这天下午，他直接冲到我工位前，把一沓资料摔在我脸上。这就是你找的？全是些犄角旮旯的地方。你是想让公司搬去郊区喂蚊子吗？纸张划过我的脸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顾总，核心地段的写字楼，这个预算租不到。我不管。我爸把任务交给你，你就必须给我办到。办不到你就滚蛋。他歇斯底里地吼道。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。我慢慢的，一张一张，把散落在地上的资料捡起来，然后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顾总，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，这个 CBD 里超过一半的甲级写字楼，产权都在同一个人手里，而那个人出了名的龟毛，他非常讨厌自己的物业里有不专业的、情绪化的，甚至没礼貌的租户。”顾念之愣住了，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笑了笑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助理的电话。我开了免提：“陈助理，通知 CBD 所有物业经理，把盛景传媒列入租赁黑名单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恭敬又利落的声音：“好的，舒总。”我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我不想在我的任何一栋楼里看到这家公司。”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。舒总。顾念之的声音在发颤，像是见了鬼。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，所有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，有震惊，
有错愕，有不可思议。我挂掉电话，慢条斯理地放回口袋。顾总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想在这个地段找到办公室，除非你能让那个龟毛的业主改变主意。顾念之的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引以为傲的一切，他用来碾压我的资本，在这一刻成了一个笑话。她不是老板的女儿吗？她不是空降的领导吗？可我是这栋楼的房东，是他父亲每年要恭恭敬敬支付几百万租金的业主。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老板，也就是顾念之的父亲顾海，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。他脸色惨白，额头上全是汗。舒婉，不，舒总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顾海跑到我面前，姿态放得极低，甚至带着一丝谄媚的讨好。他显然是接到了消息。顾念之看到他父亲这副模样，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，瘫软地靠在沙发上。爸！顾海回头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愤怒和失望毫不掩饰。顾念之，你闭嘴！他吼完，又转回头，对着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舒总，念之他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代他向您道歉。说着，他竟然真的朝我鞠了一躬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办公室里，所有同事都成了背景板，一个个屏住呼吸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这瓜吃的比任何一部电视剧都精彩。顾总严重了。我淡淡开口，我不是跟他一般见识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我的物业不欢迎会影响其他租户办公环境的公司。泼人奶茶、踩毁方案、公然辱骂员工，这些行为已经严重拉低了我这栋楼的租客素质。我每说一句，顾海的脸色就白一分，顾念之的头也垂得更低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是我教女无方。顾海连连点头，我马上就让他给您道歉，郑重的道歉。他一把拽过顾念之，用力推到我面前。快，给舒总道歉。顾念之咬着唇，满脸屈辱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死死地瞪着我，就是不肯开口。我没错，他就是一个小员工，我凭什么要跟他道歉？他突然尖叫起来，啪！一个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办公室。顾海一巴掌扇在了顾念之的脸上。你还敢嘴硬？顾念之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父亲。爸，你打我，我打醒你这个蠢货。顾海气得浑身发抖。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谁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，公司马上就要完蛋了？顾念之的眼泪终于决堤。他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那份被当众戳破的可怜的自尊。顾海不再理他，转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：舒总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租约的事我们都好商量，租金涨多少都行。他以为我是在借机涨租。我笑了。顾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缺钱。我的私人助理陈林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办公室门口，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舒总，他恭敬地把文件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看都没看，直接放在了顾海面前的桌子上。这是正式的解约通知。作为业主，我有权因为承租方违反了租户守则，而提前终止合同。下个月1号之前，请你们搬离这里。至于 CBD 的其他写字楼，你们也不用白费力气了。
我的话轻描淡写，却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顾海和顾念之的心上。顾海的身体晃了晃，几乎站立不稳。公司的根基就在这里，客户、资源、人脉都和这个地理位置深度绑定。搬走，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狼狈的搬走，对公司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舒总，凡事好商量，您开个条件。顾海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我的条件就是，请你们离开。我站起身，不再看他们父女。陈助理，送客。是，舒总。我径直走向门口，路过那些目瞪口呆的同事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从钦佩变成了敬仰。当我走到门口时，身后传来顾念之歇斯底里的哭喊：“舒婉，你别得意，你不过就是投胎投得好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：“顾小姐，你也不差啊，但你好像连唯一的优势都没把握住。”说完，我不再停留，走出了这个我工作了11年的地方。是时候换个方式生活了。身后是顾念之崩溃的哭声和顾海绝望的怒吼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一家走高端路线的公司，失去 CBD 地段的门面之后，面临什么，可想而知。离开公司后，我给自己放了个短假。陈助理每天会把公司的近况汇报给我。盛景传媒乱成了一锅粥，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，核心员工人心惶惶，开始陆续递交辞呈。顾海焦头烂额，短短几天，像是老了10岁。顾念之则被他关在家里，不许出门。我听着这些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无聊。这天，我正在海边晒太阳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是傅燕慈。舒小姐，有空一起吃个饭吗？她的声音透过电话，带着海风的暖意。我有些意外，傅总找我是为了项目的事。不，他笑了一声，纯粹是私人邀约。况且那天你被那样对待，却还能冷静地把方案讲得那么好，说实话，我很佩服。我没理由拒绝。餐厅定在一家私密性很好的法式餐厅。我到的时候，傅燕慈已经点好了菜。不知道你的口味，就自作主张了。他递过菜单。傅总客气了。他今天没有穿西装，一身米白色的休闲装，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商人的锐利，多了几分温文尔雅。那天吓到了吧？他问。我摇了摇头，习惯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。我很好奇，以你的身份，为什么会在盛景传媒待11年，还忍受顾念之那样的对待？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。我抿了口柠檬水，缓缓开口。10多年前，我父亲刚过世，我一个人从国外回来，对国内的一切都很陌生。那时候的顾海还是个小包工头，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帮了我一些小忙。后来他想创业，我看他为人还算踏实，就把这栋刚建好的楼，以一个极低的价格租给了他1层，算是报答，也算是一种投资。我没告诉他我的身份，只是以一个普通员工的身份入职，想看看他能把公司做成什么样。这11年，我看着公司从一个小作坊发展到如今的规模，我对他一直存着一份知遇之恩的感念。直到顾念之来到公司，他把这份感念彻底打碎了。傅燕慈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所以，你不是在忍，只是在给他机会。他一针见血。我点了点头。可惜他没有珍惜。
一顿饭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。临走时，傅燕慈突然对我说：“舒婉，有没有兴趣自己开一家公司？”我愣住了。你的专业能力，我看在眼里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做你的第一个投资人，也是你的第一个客户。他的眼神真诚而热烈，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。或许这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与其把物业租给别人，不如自己用。我看着傅燕慈笑了起来。傅总这个提议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我认真考虑了3天。第3天，我让陈助理开始注册新公司。公司名字很简单，就叫启航。办公地点就设在盛景传媒原来的楼层。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傅燕慈时，她在电话那头轻笑。我就知道你会答应。合同我已经让法务拟好了，随时可以签。他的行动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你就不怕我搞砸了，让你血本无归？我开玩笑地问。我看重的是人，不是钱。他的回答简单又直接。新公司注册，办公室翻新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盛景传媒那边也终于到了最后期限。搬家的那天，我正好在楼下咖啡厅见一个猎头，准备为新公司招兵买马。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我看到了盛景传媒狼狈的搬家现场。工人们进进出出，把一个个打包好的箱子搬上货车。曾经光鲜亮丽的员工们，此刻都垂头丧气，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。顾海站在货车旁，指挥着搬运，背影佝偻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。我没有看到顾念之，听说他已经被顾海送出了国，美其名曰留学深造，其实就是被流放了。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大楼里走了出来，是之前提醒我顾念之在整我的那个同事小张。他看到了我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来。婉，舒总。他显得有些局促。叫我婉姐吧。我笑了笑。婉姐，公司真的要完了。他叹了口气。我们搬去了一个很偏的工业区，一半的客户都流失了，老员工也走得差不多了。那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我问。他苦笑了一下。还能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婉姐，真羡慕你。我看着他，想了想，递给他一张名片。这是我新公司的地址，还在装修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下周一带上你的简历来找我。小张愣住了，他看着名片上的地址，正是他刚刚搬出来的地方。他的眼睛瞬间亮了。婉姐，我一定去。他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顾总那边开了双倍工资想留人，但我们几个还是想跟你干。跟着你有奔头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不该被埋没。看着盛景传媒的货车缓缓驶离，我心中微叹。往事已随风飘去，前路且行且珍惜吧。新公司的筹备工作比我想象的要顺利。傅燕慈的投资很快到账，他还介绍了不少业内顶尖的人才给我。我之前在盛景传媒带过的几个得力干将，得知我自立门户，也毫不犹豫地递了辞呈，选择加入我的团队。小张也如约而至，成了新公司的第一批员工。办公室装修一新，风格简约大气。我站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，心中感慨万千。11年前，我站在这里，是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归国者。11年后，我站在这里，
是一家新公司的创始人。开业那天，场面不大，却很温馨。没有请媒体，只请了一些关系好的合作伙伴。傅燕慈送的开业花篮摆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他本人也亲自到场祝贺。舒总，恭喜！他笑着向我伸出手，应该是我谢谢傅总。我与他握手，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剪彩仪式上，我站在 C 位，身边是我的核心团队，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，是顾海。他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更加憔悴苍老。他没有走近，只是远远地站在人群外，看着我们，眼神复杂，有悔恨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嫉妒。我仿佛能看到他眼中闪过往日他对我颐指气使的画面，与此刻的狼狈形成了巨大的讽刺。他苦心经营了11年的公司，分崩离析，而我轻而易举地就站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高度，甚至比他更高。这对他来说，无疑是最大的讽刺。陈助理发现了他，走过来请示我：“舒总，需要请他离开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让他看吧。有些事总要亲眼看到，才会彻底死心。”顾海站了很久，直到仪式结束，宾客散去，他萧索地转身离开，背影里满是无法挽回的颓败。我没有一丝同情，路是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如果不是他纵容顾念之胡作非为，如果他能对我这个老员工多一丝尊重和信任，或许今天的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可惜没有如果。启航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傅燕慈的案子。有了之前的基础，加上团队成员都是精兵强将，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。最终的成果让傅燕慈十分满意。舒婉，你的能力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在庆功宴上，傅燕慈举杯对我说：“是团队的功劳。”我笑着回应：“你太谦虚了。”他看着我，目光灼灼。一个好的领导者才是团队成功的关键。庆功宴后，傅燕慈提出送我回家。夜色温柔，车子平稳地行驶在江边大道上。盛景传媒上周申请破产了。他突然开口，我并不意外。顾海找过我，他说想让我收购他们，被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一个没有了灵魂的公司，只剩一个空壳，没有任何价值。他转过头，微笑着看我。人才是一家企业最大的财富。盛景传媒真正的财富，是你和被你带走的那些人。我的心微微一动。车子在我家楼下停稳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我解开安全带。舒婉，他叫住我。我回头看他，车内的光线很暗，他的眼睛却很亮。我投资你的公司，不全是因为你的能力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有一个能光明正大和你站在一起的机会。他的告白直接又坦率，不带一丝拐弯抹角。我有些怔住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他笑了笑，没有逼我。别有压力，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你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晚安。我下了车，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车子汇入车流，消失在夜色中，心跳有些快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沉稳、睿智又懂得尊重的男人，让我心动了。我和傅燕慈的关系在公司成了公开的秘密。他会以投资人的身份，时常来公司视察，
每次都会带上我最喜欢的咖啡和甜点。团队的成员们都心照不宣地起哄。我没有承认，但也没有否认。事业上，启航公司步入正轨，凭借着几个漂亮的案子，在业内迅速打响了名气。越来越多的客户慕名而来，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。这天，我正在开会，陈助理敲门进来，脸色有些古怪。舒总，楼下有位女士找您，她说她叫顾念之。我愣了一下，她居然回来了，让她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顾念之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。她变了很多，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，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，脸上带着疲惫和怯懦。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小姐，如今看起来比一个普通人还要落魄。舒总，她局促地开口。坐吧。我指了指对面的沙发。她在我面前坐下，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，没有立刻道歉，反而先卖起了惨。我爸的公司没了，他也病倒了。我在国外过得一点都不好。他说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没有说话。见我无动于衷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眼神里带上了一丝期盼和理所当然。我爸当年也算有恩于你，现在他病了，公司也没了，你就当还个人情，拉我们一把吧。我打断了他。顾小姐，你父亲帮我的，我已经用11年的青春和一家公司的市值还清了。他的脸色一僵。我继续说，我接受你迟来的道歉，但我不原谅你造成的伤害。至于你的困境，那是你和你父亲为自己的行为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我的话很平静，却也很残忍。他脸上的可怜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恼羞成怒。舒婉，你别做得太绝。我爸当年好歹帮过你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帮我们一下怎么了？你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，说你忘恩负义吗？我笑了。我怕不怕，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还是多担心一下自己吧。你走吧。我说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他失魂落魄地站起身，一步步挪出了我的办公室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没有快意，也没有同情，只有一片平静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窗外的阳光正好洒在我的办公桌上，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，是傅燕慈发来的信息。今晚有空吗？去看一场音乐会。我拿起手机回复他。好。放下手机，我看向窗外的广阔天空。过去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我的人生是要迎来最绚丽多彩的篇章了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